今天我们要聊一聊，为什么你经常睡到半夜，凌晨1点到3点就经常被惊醒，或者是经常容易醒。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从3个面向来探讨。第一个面向，很多人出现的就是夜里头睡觉的时候血糖下降了，出现低血糖现象了。会出现低血糖现象的人呢，其实一般来说都有一点胰岛素抵抗了。如果完全没有胰岛素抵抗的人，他是不会出现低血糖现象，除非突然之间受到很猛烈的刺激。正常状态下，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对血糖的需求是很低的，对能量的需求很稳定啊。所以如果说你夜里头醒过来了，身上冒冷汗，觉得有那种低血糖现象的话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的水果是不是吃得太晚了，或者是你吃宵夜的时候是不是吃了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了，你是不是吃得特别的晚，是不是吃了高糖饮食。为什么我们说有胰岛素抵抗的人比较会容易出现低血糖现象，是因为你血糖升得很高，因为细胞敏感度不够嘛，你身体猛然发现血糖高了，突然之间制造很多胰岛素出来，然后就猛然的降血糖，这个血糖猛然降下去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低血糖现象了。如果你避免睡前吃东西，或者是晚上吃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的话，你就比较不会因为低血糖的现象把你惊醒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这种现象其实还蛮普遍的。第二个夜里头容易被惊醒的问题呢，呼吸睡眠中止症，或者是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症。我自己本身是有严重呼吸暂停毛病的人啊，我从42岁的那一年开始，我就带着呼吸机睡觉的。不带呼吸机睡觉的话，我可能早就不在了。有一些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睡到半夜就走了，猝死，他有可能脑梗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睡眠呼吸暂停症的人呢，他容易出现这种睡眠当中突然之间就走了。我自己带着机器带着仪器监测我的睡眠的时候，我睡着觉的时候我的心率还有130的，每分钟130次啊，很严重。我在睡着的时候我的血压还有100的160啊，所以睡眠呼吸暂停症是一个很严肃的题目。如果你有这个毛病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永远得不到深度睡眠的，永远得不到的。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一直憋气，一般来说他平时睡觉就容易打呼，呼吸道狭窄嘛，容易打呼。那如果肥胖的话呢，他呼吸道会更狭窄，尤其是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呢，呼吸道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嘛，呼吸道就容易碰在一起，所以它容易造成呼吸暂停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夜里头经常被惊醒，不是偶尔被经常被惊醒，而且你被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都是在喘气的这种状态，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忽视哈，你要重视这个问题，因为任何一个晚上你都可能醒不过来的，而这个问题很容易可以解决。你们不要以为带上呼吸机睡觉就证明你的失败，带上呼吸机睡觉才证明你带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，它会给你提供健康的，帮助你保命的。这个是第二个需要注意的。第三个，你如果没有办法进入深度睡眠的话，这个跟你难以入睡的问题不一样的。平常你说你难以入睡，那我可能会给你一些其他的建议，补充一点皮皮镁，或者是如果年纪比较长的人，我会建议你补充一点褪黑激素，可以帮助你入睡。可是呢，半夜1、2点、2、3点就要醒，往往这个是说明你很难进入深度睡眠。而如果我们身体严重的缺少维生素 D 的话，它是比较不容易进入深入睡眠的。深入睡眠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身体的真正的修复，还有我们脑细胞的复位，全部都是在深度睡眠当中发生的，所以得不到深度睡眠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维生素 D 的部分你可以去验血的，我们有不同的标准去看这件事情的。至于你如何判断你的夜间的惊醒究竟是因为血糖低，还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症造成的呢？其实不是很难判断的。如果你是因为低血糖被惊醒的话，一般来说一夜里面大概只会出现1次，出现第2次的几率都很低的。所以你每一次被惊醒了，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以后你又入睡了，然后再没醒来了，低血糖的可能性很高。你的生活习惯跟它有关系，如果加上习惯比较晚吃饭，然后你吃的又是高糖饮食，或者是你睡眠之前喜欢吃水果，喜欢吃宵夜，那这个可能性就非常高了，1次。如果说你是夜里头频频的被惊醒，那么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。所以这是给你们一些线索，可以自己去寻找真正的问题的原因可能在哪里，给大家做做参考。